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醒香子频道。今天要带大家去台南参拜5间香火鼎盛的庙宇，还要带大家去看看世界上最大间的妈祖庙。里面气派的建筑风格，就好像置身紫禁城一样。就跟着我的影片来一趟参拜之旅吧。刚走进门口，就会被巨大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将军的神像所吸引，也是台湾目前最大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将军的神像。晚上的时候，将军的眼神还会闪耀着光芒，并四处张望。建造完工的时候，也已经是附近最显著的地标。这间庙是位于台南市安南区土城的正统鹿耳门圣母庙。寺庙新建的期间，历经2建、3建，才发展成至今宏伟庄严的规模。建筑仿若紫禁城般壮阔的格局，如今已经是闻名海内外知名的庙宇。今天是难得的行香子亲友团参拜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像叶子归巢一样，特地前来鹿耳门帮菩萨祝寿。虽然是每年都来参拜，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。首先，我们在的位置是第一殿武王殿，主要参拜的是五府千岁、水仙尊王，还有管船大王。这里有个传奇的故事。民国2年的时候，一艘奉有李、池、吴、范、朱5位王爷的武王船，穿越台湾海峡飘向台湾。5位王爷是由鹿耳门妈邀聘来台，协助庇佑台湾子民。信众于是决定恭迎王船上岸，又有武王上山的神迹故事。第2殿是妈祖殿，主要参拜的是正殿妈祖、出巡妈祖、文管三妈与武管三妈。在神龛中央的鹿耳门妈祖，亦称为正殿大妈，是与真人等高的软身神像。其中武管三妈又被称为国姓妈，据说也是郑成功随传的妈祖。没想到近看才发现是用光明灯组成的 Q 版妈祖动画，现在的设计师也是真的蛮有创意的。虽然不太符合参拜的顺序，但想先带大家去看看新落成的月老殿。月老星君是道教中负责分配男女感情婚姻的神。传说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韦固的人，他在旅店遇到了一位老人，坐在月光下微笑着看着一本书。韦固好奇问道后，老人才告知这是姻缘簿，此后才有月下老人的称号。月老星君是牛郎星与织女星之间的一座星宿，看到楼梯间上满满的喜帖，就可以知道这里有多么的灵验。走到楼上就可以看到橘黄色的屋瓦在太阳下闪闪发光。这里是位于3楼的凌霄宝殿，向外看去，确实是有一种古代皇宫的感觉。这里主事玉皇上帝、三官大帝、吕关张三恩主、南斗星君、北斗星君、张天师、普化天尊与王天君。在前面的文昌五夫子要考取功名的朋友，也可以在这里祈求考运昌隆。这里还设有元成殿，供奉斗老元君以及60甲子太岁星君。来这里参拜，也别忘了跟自己的太岁爷打招呼。新的一年，还请多多关照。然后我们插香，如果香插的话，我们是向内插，向外插。你懂我说法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面向神明插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将屁股向着神明，屁股向着神明。你懂意思吗？没啦，你是看到那个数字自己突然间惊觉说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。知道我算数不太好，没有18了。最少我们说我们30、50就好了。
后面的那个数字不用再看上去了。然后我超过50的时候，我就从来没有在记得。对啊，现在人家问我说，还有没有人？还没有。如果你现在年轻的话，永远嘛，写20、30岁，真的啊，你又不是。我们拜拜的时候啊，事实上，几个建议啊，因为修农场太农场的话，有时候生意不一定太多人在一起，你不要说一直讲一大堆，我们最简单的就是要简单的想，自己去乱一下要讲什么。因为你如果说你讲太多的时候，讲实在的，真的不一定要附和人。然后就是，我就觉得今天刚好是他的活蛋嘛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反正我们就是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用最诚心的方式来跟他去说就好了。也不用太多的，因为它很简单，就是不用太多的，也不用太多的复杂化。我刚才讲的嘛，反正就是用你们的心去拜拜，跟他讲，就往菩萨生日快乐。是菩萨不干千秋，还是怎么样？随你们讲。2楼为大士殿，供奉的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左边的佛龛为南海观世音，右边则为普安祖师。这里只需要简单的话语祈求，只要心诚则灵，观世音菩萨都会听见的。观世音菩萨已经历经了千世的修行。所有尘世间的烦恼都已经了然于心，左右两侧近千尊成佛的神像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1楼为佛祖殿，中间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，右边供奉的是文殊菩萨，乘坐着青狮，代表着大智慧的威猛。左侧供奉的是普贤菩萨，乘坐着6牙牌象，代表着大行愿的勤劳。今天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佛诞，我们一行人是专程来此为菩萨祝寿的。文殊菩萨曾经教导7位学生成佛，又有7佛之师的称号，也是所有来学佛人的导师。在这里，我们祈求菩萨赐予我们有着面对问题的勇气，以在未来的逆境里获得做人处事的智慧。每年来这里，都有大姐们准备好吃的水果与鲜花来帮菩萨祝寿。参拜完毕后，就会分送给大家吃个平安。这也已经是我们这一行人每年的传统。最后，我们拜别菩萨，也准备前往下一站了。没想到来的时候刚好遇到宋江正在表演。我们的第2站是位于安南区的妈祖宫1街136号的鹿耳门天后宫。鹿耳门天后宫曾经经过大洪水的侵袭，并于民国66年动土重建。当代的匠师在此创作许多精美的建筑艺术品，设置于庙宇的各个角落，这里值得大家慢慢的去欣赏。庙内正殿妈祖于民国66年安坐以来，因为香火的鼎盛，妈祖脸上渐渐的由粉红变成墨金，但其嘴巴的颜色却与两旁同一时期的空而不同，看上去确实有点神奇。在这里还可以去旁边的柑仔店买到小时候的零食，吃上一口，小时候的记忆就瞬间回来了。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，一转眼自己就已经变成大叔了。第3站，我们准备前往台南市区，接下来都会在市区内参拜。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停到海安路的停车场，再慢慢步行的去感受台南古城的巷弄。比较快。
可能啊，因为大家都全部都讲说会演一个为主，不知道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妈祖，它里面原来有是地震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查，你知道，你看天后宫、饭桶嘛，就知道。台南大天后宫的正殿妈祖是由泉州名师蔡四海用粘土雕塑的，经过了300多年的历史，于民国93年期间突然无预警的就崩落，此次意外没有造成四周神像与人员的受伤。有人这样说，妈祖婆为了救台湾，宁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台湾，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是蛮感人的。我们现今看到的正殿妈祖的样貌是用最新的科技依照之前的样貌1比1的重建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跟之前一样的正殿妈祖。在后殿旁边的文物馆展示了之前妈祖婆佩戴的后冠与历史文物，如果经过的话，大家不妨也可以去参观看一下。身为一个喜欢拍摄影片的人，我喜欢去看光影的变化。虽然本业不是跟这个有关，不过如果有心周边的人事物，其实大家都可以拍出不错的画面。只要穿过妈祖庙旁边的小巷子，就会抵达旁边的祭祀武庙。创建于正式时期，至今也超过了350年。主祀关圣帝君，也是全台唯一列入官方祀典的关帝庙。参拜的时候，内心突然有点好奇，全台湾的神尊中，不知道是哪位神尊的数量是最多。感觉上，妈祖庙跟土地公庙好像一样多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关圣帝君、玄天上帝。有人统计过，全台大概有2万多间的正式庙宇，可以说台湾是众神庇佑的岛屿，这可真的是一点都没错。来参拜祭祀武庙，也别忘了去旁边跟马使爷问候一下。看了许多次，好像路过的比较多。最后带大家参拜我们今日最后的一间庙宇万福庵。万福庵原本为郑成功的部将婉俊的府邸，建于明永历年间，原本是婉夫人诵经礼佛、吃斋修行的地方。过世之后改为婉夫人寺，之后改称万福庵，主祀齐天大圣。大圣爷的事迹，只要在网络搜寻，就有很多的故事。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小孩非常难教养，会来这里参拜大圣爷，祈求大圣爷的调教。只能说，小孩在调皮，能比得上大闹天宫的大圣爷吗？万福庵还有一个温馨的故事，在铁之路平交道的帝王祠，多年来在当地守护民众的行车安全。因为靠近新楼医院，常常有重症难医的病人来这边祈求，屡屡有神迹，也富有传奇的色彩。但在铁路地下化之后，地藏王祠被拆除，铁路地藏王差点变成流浪的神明，最后在各界信徒奔走下，终在万福庵2楼祭祀，才见到2位地藏王坐在同一个桌上。有时候听到人帮神，神帮人的故事，就觉得有时候人神互助，就好像鱼与水的关系，如此紧密却又密不可分。平平无奇的融入，在受大圣爷的加持之下，竟也开始出现类似猴子攀爬的感觉。只能说很多事情也并不是我们凡人能够理解的。老实说，能看到现在的观众，也算是对我们很支持了。
其实参拜的过程本来就是很轻松且平淡的，也许影片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剧情，但却是我们每个礼拜的日程。最后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，您的支持是我做影片的动力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